朱镕基在中国官场非常强硬，他曾经在长江大堤上骂江西的省长王八蛋工程，谁有这胆子？他毕竟是邓小平钦点的总理人选，这是当时中共最大的后台了。同样的，朱镕基家族搞起钱来一样强硬。这么说吧，中国的垄断企业中石油、中石化、银行业、保险公司，你都得让朱家族挣第一笔钱。那至于说是怎么挣的，一会儿咱详细聊聊。人们非常关注说，老习上来10几年了，朱家的人马搞的钱，他肯定知道，为啥还没动手呢？我分析可能是2个核心原因吧。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14号。这一天无论是海内外的媒体都在说铁腕总理朱镕基褒贬不一。他呢，咱已经出了好几期节目呢。今天我主要想聊一个主题，大家非常容易忽略朱镕基家族实际上在搞钱方面呢一样强势，而且他不输李鹏家族。咱必须把时间还原到他当总理和副总理那10年间发生了什么。第一，当时人们都已经习惯了你一把手和常委的家族搞钱，为什么这么弄呢？这不就是邓小平留下来的传统吗？康华公司不就是那个他儿子邓普方搞的吗？后来搞得名声很臭，因为他是玩关岛的不得不退出了。那你说名义上退出了，实际上呢？实际上没有，后来又搞了好多年呢。而且他们搞的生意还有一部分是保利公司的军火生意，你别人根本就插不上脚，这是人家自留地。既然有这个老大做这个影子剩下来他钦点的接班人江泽民家族主要搞2个产业，一个是通信，就是所谓的什么3G、4G 现在都5G、6G 了。还有呢，就是国家安全监控系统，这个是一把手牢牢把握着的。2把手的李鹏家族直接就在电力闷声发财了。还有那3峡，那你说朱家干啥呢？他干的活非常轻巧。如果说他是靠金融吃金融的话呢，一点没错，因为他的太太、他的儿子、女儿都在金融系统。他太太老安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简称4个字叫中资公司。我们跟这家企业以前还打过一些小的交道。他主要干什么的？那就是3峡工程、大型的电力南水北调、东气输出这种国家级的战略，你在上马的时候，你是不是得需要智囊给你做这个投入产出比的分析，包括时间周期、重要的风险点，卖的实际上是一个智慧。你一般老百姓敢接这活吗？但是中资公司就可以，人家玩的就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咨询。他太太担任的是副董事长，老公总理，他呢中资咨询副董事长。你看，一个负责管着财政部，管着发包，另外呢管着做咨询。当然了，挣钱最多的还是他的那个一对儿女。老大他的女儿叫朱燕来，一直是在中银香港。因为他在加拿大读完书以后回到中国没待多久，直接去香港在中银集团呢担任香港公司的副总裁，一直干到退休也就是中国银行的香港子公司。那第二个，咱们说说他这位风流公子朱英来先生，现在也70多了也算老风流了。他呢一直是在这个美国读书，但读完书只是一个会计，在安达信担任一个基础岗位。但自从老子当了总理，那就不一样了，直接回到国内呢，他就担任了这个中外合资企业中金公司的 CEO， 慢慢直接就混成了董事长了，一直干了16年。也就是说他横跨了他老子总理包括后来的温家宝和李克强3任总理人家都是中金的一把手。虽然说退休了他自己又搞了一些投资方面的事儿，
那就相当于隐在幕后了。今天啊，咱就重点跟你聊聊，这种中金公司是靠啥赚钱的呢？靠垄断。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级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他们赴海外上市，无论是美国还是香港，那你说谁干这活呢？那就是中金公司，没有第二家。他们手续费收取呢，在3%到5%左右。你知道这一笔生意啊，那就是100亿级的呀，轻轻松松1年时间或者2年时间，几个亿就到手了。当然了，这笔钱呢，倒不是朱家一家人吃的啊，这里面也有一些家族内部、中共内部的一个分配机制，这个具体就不跟你说了。你以为除了这三桶油吗？中国的大型的银行，像这个建行，包括工商银行海外上市，你也得找中金。那就是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中国人保那些企业海外上市，你也得找中金。你看，王岐山担任第一任的董事长，而这朱云来啊就担任 CEO， 这实际上都是金融系统的钱。以前的节目咱们讲过了，中国挣钱的鄙视链啊，一开始叫挣钱，你靠你的专业能力，无论是律师、会计师还是这个医生提手旁，但这个你撑死一天也会干8小时吧。真正往上挣钱的呢叫赚钱，就是你手里有几个亿了，哎，你可以玩点这个买入买出的啊，炒股啊，这个叫资本利得。但真正赚大钱的呢叫钱生钱，也就是牛市了，你直接上市了。而中金公司是负责国内的垄断央企赴海外上市，别无二家。所以这些年啊，16年，你说朱先生挣了多少钱，没法数。你自己啊可以讲一下，他过手的钱应该是千亿级了。那你说他闹多少呢？您自己去展开自己的想象。最后咱们说一下这种事儿，你说我们都知道了，那老百姓知道了，那中纪委肯定知道，老习也知道，为啥他不查这朱家呢？可能是2个原因。第一个，这朱家他实际上呢，你不太好碰。非常关键的是，朱后边的人马还是比较多的。你先从喽啰查起嘛，你慢慢再往上查呀。如果一下子查上面的，下面都跟你对着干，你反而不容易搞。而且啊，你可以在强力方面碾压元老的家族，但是有时候在舆论场上你还是嫩点儿。就人家当总理的时候，你可能还连副省长都不是呢。所以说啊，为了这个方方面面的利益，也包括什么切香肠，你得从下边慢慢开始来。大将王岐山啊，包括几任秘书也都进去了。当然了，第2个原因啊，我感觉是决定性的，就是这些人虽然搞了钱了，但大概率啊还在国内，他没弄出去，那就好办了呀。你啥时候吃这个块肉，啥时候拿呀？只要人还在，钱还在这儿，肉不就烂在锅里吗？时机成熟了，自然就瓜熟蒂落了。好，关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再会。